在最该奋斗的年纪，你是选择全力追梦，还是满足于安稳平凡的生活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励志职场甜剧《恋爱随书附赠》。剧中讲述一个原本追求朝九晚五稳定生活的平凡女主，意外闯入了日本最具野心的时尚杂志社，面临史上最可怕的女魔头上司严厉考验，看她如何在时尚界力挽狂澜，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女主铃木是个简单平凡的女孩，从小听妈妈说稳重才是最佳生活，长大后她变得淡定又自在，但她也有自己的梦想，想和青梅竹马小健在东京共事，并梦想着成为他的妻子。为了这一目标，铃木一个人去东京的英语堂出版社应聘。面试前2个小时，他在公园里消磨时光。他发现一个盯着长椅发呆的奇男阿任。铃木只想着接下来的面试，他没多想就坐了下来。突然阿任猛地冲过来拉他，铃木和阿任摔成一团后才意识到裙子已经沾了刚刷的油漆。场景一变，得知铃木的面试，阿任轻挑适合的套装给他，还主动想付账。铃木不愿接受陌生人的帮助，硬着头皮花了22万日元买了这套衣服。但出版社并没因这套昂贵衣服雇佣铃木。铃木正因落选而沮丧之际，突然收到英语堂出版社时尚编辑部的工作电话，得知他们想招个文员。只想过稳定日子的铃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。正式上班第1天，铃木在编辑部大楼迷路了，幸好遇到了好心的大叔告诉他怎么走。铃木没意识到这位大叔实际上是英语堂的副总指导。他终于找到时尚编辑部，却发现这里的气氛和他预期的大相径庭，还不清楚自己具体的工作内容，直接被派去高级餐厅迎接一个 VIP 客人。在这家高级餐厅，铃木遇到了一个高挑性感的美女。这位美女对铃木的态度很不友好，不假思索地把一大堆行李扔给了他。铃木艰难返回编辑部，才知道这位美女原来是从巴黎高薪挖来的时尚大佬栗子，也是自己的直属上司。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栗子一开口就颇有威严。他坚称我们的杂志半年内必须成为行业佼佼者，我是不会留用无能之人的。栗子的强势让所有人都不敢吭声，只有迷糊的铃木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缠着栗子问了好些蠢问题。这时半田同事赶忙把铃木拉过去，嘱咐他多做少说，绝不能给栗子找麻烦。接下来的几天工作里，笨拙的铃木老是出岔子，让完美主义者栗子非常烦恼。那天下午，铃木才发现自己辛苦搬回的衣服并非拍摄所需之服，而是栗子的私人衣物。这让铃木感觉自己像个无足轻重的仆人，对工作的热情一下子全无。第2天早晨，铃木给栗子送咖啡时，被同事梁太叫去帮忙。他对时尚用语一窍不通，不但没帮上忙，反而给梁太添了不少麻烦。拍摄完毕，铃木诚恳地向梁太道歉。心软的梁太给了他一本时尚用语词典，他得好好学习，多看看书。发现梁太把词典标记得满满当当，铃木不由得对他的努力心生佩服。梁太淡淡地说，除了你，这里每个人都在拼命。铃木还在琢磨这话的意思，突然被栗子一个急电话打断。等铃木买完栗子急需的点心，排完长队，时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。就在那时，疲惫的铃木难得接到小健的电话，邀请他周末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听到这消息，铃木立刻想起小健之前询问过他喜欢的戒指款式，他估计小健可能会在派对上向他求婚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正巧被同事小姚看到了这一幕，两人便约着去附近的餐馆喝酒聊天。在聊天中，小姚知道了铃木并没有什么大梦想，便忍不住诚恳地提醒他一番，没有明确目标，你在时尚编辑部难立足。此时铃木有些迟疑，他总是以平凡的生活为志，但内心经常质疑，没有梦想的人生真的好吗？转眼周末到了，铃木带着蛋糕兴奋地参加派对，却被小健告知他将与老板女儿沙里订婚。铃木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小健心中只是儿时玩伴。心碎又尴尬的铃木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派对。正当此时，他接到栗子发来的短信，让他马上去特定地点帮忙叫车。铃木匆忙赶到那里，却看到栗子正在和一个帅哥约会。这一幕让铃木长久的不满终于爆发，他气愤地对栗子吼道，我可以为编辑部跑跑腿，但我不是你的佣人，我也是人，我只想找份普通工作。听到这话，女王栗子忍不住冷笑回应，你连跑腿都做不好，没有毅力和干劲，根本没资格说自己普通。说完，栗子骄傲地走了，留下受伤的铃木孤单难受。铃木自己带着蛋糕去了公园，坐在刻有他记忆的长椅上。这时他又遇到了那位神奇的男生阿润。阿润是个好倾听者，笑眯眯地听完铃木的烦恼，还热情地拉他去兜风。两人一路疾驰，直到傍晚抵达隔壁城镇的海边。望着辽阔的大海，
和开心的阿任。铃木的忧愁全都消散了，留下的只有自由和畅快。在这么轻松的氛围里，铃木忍不住吐露了心事：我既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梦想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人。阿任认真地对铃木说：我不认为人一定得有梦想，如果过分迷恋梦想，可能就会被梦想限制。像你这样也不错。这时铃木突然接了小姚的电话，一向认真的小姚第一次在工作上犯错，将要拍摄的玫瑰花墙错当成了送人的花束。眼看明天早晨就要开拍，他准备的玫瑰数量远远不够。小姚伤心地对铃木说：我肯定会被炒鱿鱼的。铃木不想坐视不管，看小姚辛苦追梦却破灭，便求阿润带着他奔赴所有还营业的花店，但终究只弄到几束玫瑰。铃木回到编辑部时，看到所有同事也都尽力带来了玫瑰，但数量还是不够拍摄用。看到小姚自责，铃木忍不住出面承担了责任，但他没像其他同事那样直接放弃，反而萌生了一个新想法，决定带着模特和摄影师去玫瑰园拍摄。第二天一早，当铃木和梁太向原主申请使用场地时，却被冷酷地拒绝了。正当一切希望似乎都要消逝时，平时高傲的栗子竟然当场向原主跪下。栗子很惊讶地对原主说：您能让玫瑰在寒冷的冬天盛开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您的玫瑰肯定能给我们杂志增添魅力，给全球每个有梦想的女孩注入力量。栗子的真诚感动了原主，最终同意了拍摄的请求。在拍摄期间，铃木又见到了那位疑似栗子男友的帅哥，发现他是著名的染织艺术家，也是这次封面设计师。铃木终于明白，栗子从未真的利用过他，他的每一次出游，每一次见面，都是为了杂志更好的发展。几天后，铃木一看到封面照片，心中涌起强烈的感动。争吵后，他曾考虑过辞职离开，但现在他决定留下，再次体验那份感动。铃木忍不住在工作中对栗子说出这些感受。我原本很受他的演讲鼓舞，没想到栗子却冷笑说，那些话只是为了挣钱，这次的封面至少能给我们编辑部带来5000万日元利润，如果你能搞个5000万的项目，我都愿意向你下跪。这一幕让栗子实际行动狠狠教训了铃木。残酷的时尚界没有感人的梦想，只剩名利双收。这天下班后，铃木找到阿任，感激他之前的帮忙。阿任请铃木装作女友，帮他躲避家里安排的相亲。恩人求助，铃木义无反顾地答应了。当铃木以女友身份见到阿任姐姐，他的热情顿时减半。阿任的姐姐竟是恶女栗子。铃木帮蓝颜知己阿任扮演女友，以应对家中的相亲安排。单纯的铃木原以为这是一件轻松活儿，没料到阿任的亲姐姐竟然是自己的恐怖女上司栗子。面对栗子严苛的目光，铃木真想找个洞钻进去。阿任天生不擅长察言观色，还老是在栗子面前夸铃木勤快。铃木吓得立刻跪下求饶。这时阿任才意识到铃木是姐姐的下属，尽管两人早已为假恋人角色设定详尽人设，但铃木真心没底能否瞒过栗子的火眼金睛。因为阿任这个天然呆总爱说错话，逼得铃木得不停替他圆场。最麻烦的是，当阿任提起上次去海边散心的事时，一不小心提到小健，为免牵扯无辜成为审问的证人，铃木不得不谎称是剑玉大赛冠军，人称小健。这次审问时的对话后，铃木累得精疲力尽，但听说有名的摄影师阿任没找漂亮模特装女友，而选了他，心里的小鹿乱撞，兴奋不已。此刻的铃木哪里想到了，他随口的那个谎言后来竟然带来这么多麻烦。第二天一早，编辑部的员工正在开会讨论杂志内容。梁太建议请著名漫画家右京打造一个结合漫画和时尚的专栏。栗子对此非常赞同，马上查了右京的信息，发现右京特别喜欢玩剑玉。栗子就让半田一起跟自称剑玉王者的铃木去洽谈合作。不懂剑玉的铃木马上找借口不愿意去，但栗子冷笑后说，如果你能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父母，如果做不到就收拾行李走人。铃木知道栗子的话在编辑部的分量，只好勉强答应。那晚铃木和阿任一起练习剑玉，他们观看网上真正的剑玉冠军的精彩表现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当时铃木觉得特别绝望，他只想让阿任把他的手砸断，这样就能避免在右京老师面前表演剑玉。但在阿任的鼓励下，铃木坚持整晚练习剑玉，练到手都红肿。阿任体贴地帮他冰敷和擦药，铃木不由自主地幻想两人好像真的是情侣一样。然而粗心大意的他没注意到，阿任房间里还挂着另一个女孩的照片。镜头一转，阿任突然温柔地亲吻铃木的唇，铃木被亲得头昏眼花，一翻身就从沙发上摔下来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吻只是梦中情景。当他完全从梦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快迟到了。他匆匆买了咖啡给栗子赶去上班。
半田拉着我一起去找右京老师探讨合作事宜。一到地方，他就积极给右京介绍铃木，他是个传说中的剑玉大师。右京对铃木的技艺很感兴趣，还特地送他一支自己收藏的剑玉。在右京和半田期待的眼神中，铃木不得不尝试了一下，不出所料，失败了。结果事情全搞砸了。半田和铃木灰头土脸地回到编辑部，半田和栗子都对铃木虚张声势非常不满，要招新的主编助理了。晚上，铃木忍不住向阿润抱怨自己的倒霉，他认为一个小助理不该负这种责任，一定是栗子滥用职权找他的麻烦。听阿润抱怨自己姐姐，阿润不禁苦笑。紧接着，铃木问阿润为何让自己扮演他的女友，阿润随口回答说，因为这类事不能找真正想谈恋爱的女生啊。阿润的话直接粉碎了铃木已经遍体鳞伤的自尊，原来在他眼里，自己只不过是个永远不会有交集的陌生人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铃木忍不住回忆起这几天和阿润的所有小事，他再次深切感受到自己是个无可救药又自作多情的女人。就在这时，栗子发消息让铃木帮忙跑腿，铃木忍不了，冲进办公室对栗子大吼，右京的问题你也有责任，你是主管，不应该让我这小助理去谈事情。栗子回应说，如果铃木一开始没撒谎，就不会受到谎言的报应。他还说他很看不起铃木这种人，一遇到难题就打着普通人的幌子逃避努力，逃避面对自己犯的错。离开栗子办公室，铃木神情恍惚，见到同事们为他的失误加班，心中充满歉意。这次他决定面对问题，尽力去做些什么。几天后，铃木又来看右京了，继续在他面前玩剑玉。虽然手法还挺笨拙的，但也能玩出几个技巧性动作了。这时，细心的右京发现铃木的手上布满练习留下的疤痕。原来这几天，铃木一直夜以继日地练习剑玉，还挤出时间读了右京的漫画。他真诚地告诉右京，看了您的漫画后，我被里面的角色深深打动，我已经变成您的粉丝了，因此我想为之前撒谎的事向您道歉。右京只是微笑着看着铃木，没说什么。画面切换，铃木郑重地对阿润说，我们别再假装是情侣了，骗人是不好的，只是在逃避问题。看到铃木那认真的脸，心里突然感觉空落。他依然笑着跟铃木挥手道别，两人假装恋人的关系终于结束了。紧接着，铃木去了栗子的办公室，向他透露自己和阿润分手了。没想到平时冷淡的栗子竟然笑着对铃木表示了祝贺，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宴会。就在几分钟前，被铃木打动的右京答应画杂志插图，这也让铃木免于被解雇。两人一起去了宴会现场，铃木看着周围的帅哥美女、时尚达人，觉得自己像丑小鸭误闯天鹅群，只得紧跟在栗子后面，不敢随便行动。幸亏友好的副社长石岛和铃木聊天，缓和了他的紧张感。宴会一开始，栗子当众把剑玉递给铃木，让他展示几个动作。被赶鸭子上架的铃木只好硬着头皮表演了几种技巧，但最后一招却闹了个大乌龙，周围立刻响起嘘声一片。铃木羞得满面通红，以为是栗子故意整他，狼狈地逃离了派对。第二天，半田拿着右京的插画来到办公室，铃木吃惊地发现，插画中的主人公竟然戴着卡地亚表，而派对上戴卡地亚表的唯有部长。后来铃木和石岛聊天才明白，栗子并没有故意让他出糗，他是用剑语吸引那位营销部长的注意的。这位部长可是右京的铁杆迷，立马就注意到铃木剑玉上画着右京亲手创作的漫画角色。这样一来，他主动同栗子建立了合作关系。不止这些，铃木离开后，栗子在大家面前还夸赞了他的付出。接着石岛调皮地对铃木说，这次合作的成功你也功不可没，偶尔当个不寻常的人感觉还挺好的。听完石岛的话后，铃木对栗子更加佩服了，他总能高效策划，完全控制了客户和下属。这时栗子走进办公大楼，他微笑着对铃木说，你的剑玉为公司赢得了6000万日元的广告费，看来再没用的道具也有用武之地。铃木受到鼓舞，向栗子那飒爽的背影大声喊道，我一定得更努力，变成你说的那种普通人。那个下午，铃木在街上搬道具，不小心把水果弄掉了，好久不见的阿润看见了，赶紧帮忙。这是他们假扮成情侣后首次谈话，铃木感到挺尴尬，但阿润很平静地说，他不希望就这样失去和铃木的联系，因为觉得铃木是个非常认真的好女孩。阿润送铃木到拍摄地点，突然紧抓他的手问道，你喜欢我吗？这么简单一句话，却像是在铃木心里扔了一颗炸弹。铃木意识到自己单恋，便主动结束了与阿润的假恋人关系。阿润直接向他提问，你喜欢我吗？此时铃木被问得猛圈，正犹豫该如何回答。阿润澄清他说的喜欢只是朋友意义上的，
铃木还没开口，阿任就把自己的摄影展票送给了他，叮嘱他有空一定来看展。第二天早晨，铃木到了办公室，看见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只有梁太看上去很轻松。原来离杂志截稿只剩1周，只有梁太完成了他的部分。这是因为梁太负责的是采访知名柔道选手兼模特光熙，而他恰好是光熙的超级粉丝，对这次采访充满信心。他自信满满地说，发售当天6冠王光熙会大张旗鼓的复出，肯定能让杂志走红。但在最后一次编辑会上，栗子决定把光熙的页面换成女经济学家佐和子的，因为他觉得光熙还没完全恢复，这样的状态复不了赛，也带不了名利和流量给杂志。编辑部顿时一片混乱，截稿日期快到了，现在换访谈对象等于白忙活。开完会，大家聚一起诉苦栗子的跋扈和不讲理。大家抱怨完突然吓一跳，发现栗子冷冷地盯着他们。这时梁太站出来喊，我们受够你这种我行我素了，以后这编辑部要么有你，要么有我们。面对梁太的怒气，栗子不屑一笑，根本不把他的威胁当回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邀请佐和子一起去跑步，铃木作为送水的小妹急促地跟在2个人后面。在慢跑时，佐和子笑嘻嘻地对栗子说，宝来家的产业在不断扩展，您父亲肯定很需要您的帮手吧。听到这话，栗子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下。同时，阿任在自己的摄影展上招待一位客人，客人口头上对阿任的照片连连称赞，其实是想借阿任的关系接近宝来集团。看起来这对看似成功的兄妹，实则都被家族的阴影笼罩。下班时，铃木在公司旁边遇到了阿任，但他已决心要和阿任保持一定距离，冷冷地躲开了他。阿任没等到铃木，只好请刚好经过的梁太帮忙传递一张写着备注的纸条。第二天铃木到公司时看见编辑部只剩半田和小瑶，其他同事都因不满栗子罢工了。栗子见状只冷笑说要招新的编辑，铃木他们根本没法完成剩下的工作，只能打电话请同事帮忙。往常工作至上的同事们显得特别固执，非要让栗子先低头道歉，他们才愿意回来工作。因为栗子跟同事们谁都不让步，小瑶肩上的压力一下子就增大了，累得她几乎要站不住了。别无选择，铃木只得再次请求同事支援，结果还得参加一个联谊活动，而且阿任也是联谊的一员。联谊时候，铃木故作不熟悉阿任，只能眼看着同事向阿任这只小奶狗放电。阿任对自己的可爱毫无察觉，热情地分发摄影展门票。铃木心里难免有点酸，果然在他心中，我不是最特别的，不想再看同事和阿任眉来眼去。联谊一结束，赶紧跑了。他心不在焉，不小心撞上了对撒野的情侣，差点遭难的泼水示众。幸亏阿任及时出现，拉他一起逃掉了。安全后，阿任坚持送铃木回家，还要求重新获取他之前删掉的联系方式。铃木心里有点别扭，找了个理由和阿任告别。后来铃木在工作室发现，半田请了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来做新编辑，这老头对时尚一窍不通，比自己还没用。铃木午后替栗子跑腿时，恰好在咖啡馆见到梁太，他劝梁太回编辑部工作。梁太严肃地说，我刚当编辑就开始跟进光熙的采访，投入了那么多努力，却被那位女士轻易否定，我无法原谅她。铃木明白劝不动梁太，无力地叹了口气。栗子在忙碌中抽空参观了阿任的摄影展，兄妹俩难得聚在一起聊天。栗子对阿任说，他早就知道铃木和阿任是假装的情侣，还知道阿任找了假女友，只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，回家探望已久未见的父亲。然后他无奈地说，我回不回家都行，因为只有儿子能继承集团。看到总比自己强的姐姐这么说，一向爱开玩笑的阿任突然沉默了。画面切换，铃木试图说服栗子撤销更换采访的决定，认真地对栗子说，如果一定要换采访人，得给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同事们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栗子觉得梁太的粉丝看事太片面，只顾自己感动，未意识到残酷的现实。栗子离开后，铃木心里不停地回味她的话语，他最清楚栗子的工作水平，确信栗子的每个选择都有其深思熟虑的理由。为了搞清楚栗子话中的真意，铃木查阅了梁太整理的资料，发现光熙的父亲曾是柔道世界锦标赛7连冠，光熙此次复出正是为了追随父亲的步伐。然后他想到了光熙尽管伤未愈却执意要参赛的举动，突然明白了栗子真正的意图。于是铃木找到了梁太，把他拉到光熙家去。光熙虽然知道自己会被换掉，但还是热情接待了他们。原来栗子之前就已经找过光熙道歉了，还告诉他为什么要换他。栗子清楚光熙像他父亲一样，对赢得世锦赛7连冠充满执着，这种执着使他不顾伤病坚持比赛。如果光熙上了杂志的采访，
粉丝肯定会对他寄予厚望。在爸爸和粉丝的压力下，固执的光熙可能会逼得自己太紧，最终毁掉自己的运动生涯。栗子希望他的杂志能启发人们的梦想，而不是破坏他们。回忆结束，铃木把原来的废稿一页页摊在光熙面前。光熙翻看着照片里眉目生辉的自己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光熙正式地告诉铃木和梁太，我决定放弃7连冠梦想，专心养伤，继续自己的运动生涯。这件事之后，梁太开始重新看待铃木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栗子不是他想的那样的恶魔，实际上是个真心为杂志和读者着想的好主编。梁太这时想起了阿润之前让他给铃木的纸条，铃木看着阿润的漂亮字迹，不禁陷入了深思。明天摄影展就要结束了，他究竟要不要去呢？转眼已经是截稿的前一天，小姚和铃木忙得焦头烂额。这时梁太突然出现，主动承担起了采访佐和子的任务。其他原本罢工的编辑也都陆续回到岗位，他们表示虽然在家，但其实也没闲着，工作进度一点没耽误。原本绝望的局面突然焕发出了希望，同事们各负其责，齐心协力完成了所有内容的编排和校对。初稿提交后，栗子迅速审校完毕，没有对编辑们吹毛求疵，编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忍不住欢呼起来。平时高傲的栗子也罕见地向编辑们道了声辛苦，让大家都吃了一惊。栗子离开公司，和石岛去了家小而简陋的烧烤店，庆祝杂志的顺利出版。这个平时高高在上的栗子，在石岛面前竟露出娇羞的一面。看来这位女强人遇到爱情也会软化。铃木赶到阿润的摄影展，时间已经快结束了，现场除了他外没别人了。他惊喜地看到，那张带有自己印记的长椅竟然成了阿润的摄影作品的一部分。阿润此时刚刚结束拍摄，刚听说铃木离开展览馆，不顾一切追出去，最终在天桥上追上铃木。他很开心铃木能来参观摄影展，顺便问了铃木的感受。铃木笑着回答，你的作品和你一样很有个性。听后阿润开怀大笑，一直以来那些想讨好他的人总是说他的作品多么深刻，其实他只是在拍那些奇特有趣的场景，只有真诚的铃木能看出这一点。这时阿润情不自禁的在铃木的额头印下轻轻一吻。阿润终于发现只有真诚的铃木最懂自己，情不自禁在铃木额头轻轻一吻。这一吻之后，吓得铃木急忙落荒而逃。回家以后，铃木回忆起那个吻，害怕自己再陷入阿润的柔情攻势，不停告诉自己那吻只是对方的一种打招呼方式。转眼间杂志发行日到了，铃木急匆匆跑进书店，抢到了刚刚出炉的杂志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，铃木顿感自豪。这时他模仿杂志模特摆姿势，结果却搞成笑柄，于是他体内沉睡的时尚灵魂苏醒。第二天，铃木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满怀自信地去了公司。同事们看着他那奇葩的搭配都目瞪口呆，栗子直接吐槽这就像拿猪鼻子装大象，然后批评他擅自更改了客户的甜品。听到铃木的解释后，栗子根本不买账。同事们见这情形，邀请铃木参加时尚派对，借此舒缓心情，同时也增进自己的时尚感。铃木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满心期待派对的举行。派对上铃木乐得合不拢嘴。在一次聚会上，他遇见了老友小健。小健对打扮得漂亮的铃木一见钟情，希望铃木愿意做他的小三。说完后，他拉着铃木朝门外走去。这时同样在宴会中的阿润用男朋友的身份制止了小健的不检点，带着铃木一起离开。他们来到了天台，开始聊起那晚的吻。为了不再心动不已，铃木不等阿润解释那个吻，便大声提醒阿润和自己保持距离。阿润望着冲口而出后就跑的铃木，顿感迷惑和失落。铃木回到派对，见大家都围着时尚界的和服女王任姐，有点好奇对方的背景。这时气场全开的栗子热情向任姐问好，请她来指导新一期杂志的拍摄工作。现场所有人都明白，这是栗子为提高杂志知名度的推广手段。唯有铃木担心提前透露内容会减少杂志的神秘感，请大家保守秘密。栗子看着慌慌张张的铃木，仅用一个安静的手势便让他平静下来。第二天，铃木给任姐送甜点时，见到任姐和蔼地征求下属意见，不禁对她生出敬慕之情。之后任姐想要铃木陪她到处转转，铃木高兴地答应了。走在路上，任姐直截了当地说她和石岛离婚已经15年了，希望铃木帮忙安排和石岛见面。看到铃木办事麻利，任姐邀请他参与这次的拍摄计划。铃木听了特别兴奋。回到杂志社，铃木对石岛确认了和任姐见面的时间。石岛暗恋着栗子偷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吃醋失了脸。紧跟着栗子听说铃木很欣赏任姐的工作方式，打算暂搁手头的活帮助任姐完成拍摄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嫉妒地说铃木不如去当任姐的助理。铃木知道栗子不会真的跟客户作对，便心安理得地加盟任姐的队伍。工作中，铃木得知平易近人的任姐竟频繁更换助理，不禁感到意外，明白当助理难如履薄冰。尽管如此，阿香还是真心表示自己永远支持任姐。铃木看了，满脸都是佩服。第二天，小瑶邀请铃木周末去露营，还巧妙地让铃木把梁太也叫上。铃木察觉出小瑶对梁太有意思，立马化身红娘，主动摆起了媒人的架子。周末一转眼就到了，铃木完全没想到阿润也加入了我们的露营。大家抵达营地后，小瑶假装忘记了给自备烧烤食材的事，让铃木和阿润跑一趟超市，自己则和梁太在营地整理。铃木一心想着那晚的吻，以及阿润说自己是她男友的事，心里有话却不知怎么开口。紧接着，阿润提出想和铃木独自看星星。之前还犹豫的铃木突然精神了起来，把所有担忧都丢开。烧烤活动一开始，梁太看着铃木和阿润的亲密无间，心里有点吃醋，故意打听铃木在任姐那儿的工作情况，想要打断他们的谈天。而铃木在赞美任姐时，还顺带说栗子冷淡。小瑶却觉得栗子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编辑。铃木因为一句话就更改了送客户的甜点，被栗子赞赏，铃木激动的笑得合不拢嘴。洗碗的时候，铃木惊喜地发现阿润总是刻意保持一定距离，可能是因为他之前警告过他不要太近。他没想到自己随口的警告，阿润竟然那么当真，觉得这既有趣又令人感动。他正式接受了阿润关心的邀请。此后，铃木接了阿香的电话，了解到明天的拍摄缺一条腰带，决定马上回去处理这个问题，把和阿润的约会改到下周2了。场景一转，铃木遇到阿香后，听说她想选新腰带给任姐看看，未免破坏任姐心情，铃木不再做助理，并把任姐和石岛的约会透露给了阿香。已离婚15年的任姐和石岛像故友一样亲密的聊天，任姐希望石岛能好好珍惜栗子，石岛觉得栗子不愿搭理他这糟老头。任姐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露出一丝深意的笑。第二天拍摄时，任姐发现助理临时换了条简单的腰带，大发脾气，她威胁说要开除他。见到平时温和的任姐突然变得这么专横，铃木不禁解释说，阿香这样做是不想打扰您休息，您至少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再决定。连冷漠的栗子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怎么会不明白呢？这话彻底惹怒了任姐，批评栗子只顾赚钱，不懂管理助理，真是糟糕。就在铃木替栗子辩护的时候，栗子很酷的出现了，接管了接下来的拍摄工作。然后栗子用任姐当初教的方法，给简单的腰带增添了几分魅力，同时告诉任姐，虽然这些年任姐的设计奢华无比，但还是她当年那些创新想法最令人心动。旁边的阿香也加了把力，坦言10年前正是这个作品让她踏入这行，此次选这个腰带，也希望任姐能再现当年辉煌，打造出更加完美的作品。这话触动了任姐，她开始反省这些年的心路历程，并低头向尽心尽力的阿香道了歉，同时夸她是最佳助手。说完，任姐带着初心请求栗子让她来拍，最后创作出了一幅绝妙的作品。拍摄完毕后，任姐感谢了栗子，多亏栗子的帮忙，让她在迷茫中找回创作的感觉。临走时，任姐帮了心直口快的栗子一个忙，叮嘱她好好看护石岛。这时候，一段回忆浮现，栗子原来10年前就喜欢上石岛了。另一边的铃木望着阴沉的天空，担心今晚不能和阿润一起赏星，正想联系他改天，才记起删了阿润的电话。铃木试图通过阿润的同事拿电话，却啥也没问出来，反倒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，阿润在国外有个难忘的青梅竹马。临近下班，天开始下雨了，铃木知道阿润已经有心上人，就不再坚持一起看星星的约定。回家后，他始终忘不了与阿润的时光，决定去约会地点看一眼。正当铃木打算放弃时，却看到阿润一直在雨中等他。铃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，忍不住吻了阿润，阿润也温柔地回吻了他。短发女孩一下飞机，就给阿润留了言，他说，我是李旭，我回来了。他会如何影响铃木和阿润的恋情呢？经过那场雨中之吻，阿润和铃木的关系突飞猛进。此时铃木望着熟睡的阿润，心里甜过喝蜜水，他也开始积极自我提升。阿润曾有一个挂念的青梅竹马，但只要他现在心属自己，这就够了。第二天，刚谈恋爱的铃木已在脑海中画出和阿润婚礼的场景，想到结婚还需得到冷面上司栗子同意，他顿时从幻想中醒来。这时铃木听闻栗子和半田对小瑶的工作颇为赞赏，决心跟小瑶学习，做一个出色的打工仔，努力在嫁给阿润前得到栗子的赞同，立刻行动。
他主动承担了做内部刊物和采访小提琴家李旭的任务。紧接着，在给李旭送正式采访用衣服的当天，恰巧在酒店咖啡厅碰到等待梁太的李旭，他忙不迭地上前问好，告诉他由于交通阻塞，负责人梁太会晚点到。既然梁太要晚一会到达，李旭干脆邀请铃木一起吃午餐。两人用餐时，李旭没有摆出艺术家的架子，而是像朋友一样对待铃木。聊到感情问题时，李旭得知铃木和他喜欢的人互相表白，但没有正式确立关系，立刻变成情感顾问，热心助人。随后，铃木在公司整理文件时，接到了阿润的短信，让他周末去家里取螃蟹。铃木认为这是个绝佳机会，可以试试李旭教的技巧，便欣然同意了。周末到了，铃木用李旭教的方法，一一对阿润进行了测试，希望阿润能承认两人是情侣。没想到阿润的做法出人意料，铃木顿时没了底气。大家都说该快刀斩乱麻，铃木决定主动出击，直接问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。这时栗子突然来访，打断了铃木期待的答案。铃木担心栗子知道后会阻碍他们，于是藏了起来。但不久后，直爽的铃木还是被栗子找到了。阿润想要如实说明，但铃木担心这样贸然透露会让栗子更反感，撒谎说是因为爱吃螃蟹才找阿润。单纯的阿润真信了，觉得自己还不如螃蟹受到铃木的喜欢，心里顿时感到失落。旁边的栗子看着两人这样，深深叹了口气。第二天，铃木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是决定向栗子坦诚自己喜欢阿润，并表示会努力工作，争取栗子的支持，希望他不会阻挠他们的交往。对此，栗子做出了回应：阿润的另一半我不关心，如果恋爱让你工作不利，那就早点别干了。铃木觉得栗子是瞧不起他，他硬是要证明能够工作爱情两兼顾。铃木刚发誓要好好工作，下一秒就栽了个跟头。上回铃木给李旭送采访服装，因没核实好造型师信息，错把衣服给了其他造型师。如果铃木今天找不回采访用的衣服，可能会失去工作。当铃木和梁太好不容易找到弄错衣服的造型队，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是竞争对手杂志社的，而那身衣服正穿在他们采访对象红叶身上。为防止自家造型登上对方杂志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，单纯的铃木直接上前请求红叶换件裙子进行采访。面对铃木这突兀的要求，红叶马上叫人把他赶出去。眼看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，突然栗子如同天使般出现，他马上送来了红叶一直想试穿的礼服，轻轻松松解决了危机。铃木看着栗子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，心里十分愧疚。事后他郑重向栗子深深鞠躬道歉，栗子却没有原谅他，冷冷地留下一句话：我喜欢小姚，是因为他不像你这么随意自大。这件事过后，铃木决心要好好认真对待每件事。今天下班后，梁太发现铃木留下加班了，得知他连做图表都不行，担心他其他也不熟悉，就默默地陪他一起加班。后来铃木接到阿润的消息，约他在公司旁的长椅见面。铃木本打算全心工作，想要拒绝，但脑海中一直浮现阿润的笑容。最后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他，还是决定去见面。阿润担心耽误铃木的工作，便匆匆将准备好的便当交给他，然后快速离开。在离开前，阿润还给了铃木一个暖心的拥抱，这让疲惫的铃木立刻感觉焕发了。转换场景，梁太担心加班的铃木会饿，特地准备了宵夜给铃木，没料到一进门就发现他已经在吃阿润精心准备的便当，只好悄悄藏起宵夜，等铃木忙完所有事情，累得直接睡着了。旁边的梁太轻手轻脚给他盖上衣服。这一晚，梁太望着熟睡的铃木，感觉到心中的爱情之芽逐渐萌发。第二天，栗子翻看铃木制作的内刊，多数聚焦于他尖酸的作风，怒斥道：到底谁让你有胆做这事？就在栗子要爆发时，铃木觉得撤退是最佳选择。虽然栗子口头没批准铃木的计划，但他仍只是半田审核后直接交给宣传部制作内刊。显然铃木这位职场新人正逐渐获得栗子的信任。紧接着，石岛要求栗子帮个忙，把原本答应给铃木的水族馆门票转给他。栗子误以为石岛要跟铃木出去，吓得脸色大变。在石岛结结巴巴解释时，他又误认为石岛邀请他，便拿出一堆借口掩饰自己既想去又不好意思说。最终水族馆的2张票成了这俩恋爱笨蛋的爱情助理，帮他们促成了首次约会。同时铃木和梁太一起对李旭做采访。休息时，八卦的李旭拉着铃木问了问作战进展。铃木热情地把最近发生的事跟李旭抱怨了一番。此刻两人都不知道，将来他们会因为同一个男生头疼。而在另一头，同事发现阿润最近经常对着手机傻笑，追问他是不是恋爱了。阿润受不了同事的追问，
干脆承认自己正在和铃木恋爱。这下同事们的八卦欲全面爆发，询问了很多谈恋爱的小细节，如谁先表白，谁先确定关系。天然呆的阿润才发现，自己还没跟铃木正式确立恋人关系。然后他回忆起铃木以前约会时的种种暗示，好像顿悟了一样，马上骑上他的小摩托，直奔铃木所在的酒店认真表白。随后遇到了本集最激烈的场面。正当阿润要向铃木表白之时，旁边的李旭突然叫住了阿润。铃木正要把两人介绍一下，却被李旭告知他俩事儿时完办。这时铃木突然想起了之前听说的阿润的恋爱史，意识到阿润一直挂念的是李旭。看着阿润和李旭眼神交汇，铃木感觉自己心情一落千丈。